对一看，地面是白色虚线，这分明是条单行线，路上的车辆迎面驶来。好家伙，怎么这么多车都反着走？哎，不对，好像是阿瑟走反了，用120公里的时速逆行，1个月多少钱？这阿瑟居然如此玩命！警灯一开，悠哉悠哉，赶快去拿纸，蹲下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 ASP 阿肯色镇阿瑟戴伦埃维斯在巡逻时发现左前方这辆道奇充电器的车牌颜色有些异常，于是他立刻记录下车牌，向总台查询。我要烟牌，这一验还真就发现了问题。这张车牌对应的是一辆现代伊兰特，现在摇身一变，居然多了4个缸。阿瑟立刻开灯干活。老哥比想象的要更加配合，当看见氛围灯之后，他便第一时间减速靠边停车，这表现让本想匹配一把的阿瑟有些许失望。看见老哥的倒车灯亮了一下，阿瑟心想这把稳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开门下车。可没想到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还不等他朝前走几步，老哥松开刹车便一脚油门起飞。这里有个细节，老哥的倒车灯并没有再次亮起，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回到 P 档，而是推到倒档之后再次拉回了 D 档。好家伙，这就叫专业，一点小心思全用在阿瑟身上了。看来平时没少学习这本摆脱阿瑟的100种小技巧。而阿瑟的起步时间虽说没有慢上多少，但面对这辆同型号的道奇充电器，很快便被拉开了距离。这款车搭载5.7自吸 V8 发动机，最大马力375，100公里提速仅需5.3秒，如此强悍的性能，无疑是阿瑟追捕罪犯的神兵利器。可此刻面对拥有同样座驾的老哥，阿瑟变得毫无优势可言。只是转眼间，两人的车速一度接近了220公里每小时，后驱车在雨天开出这种速度，可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再结合前面挂档的细节来看，今天的对手只怕并不简单。而老哥的操作很快就印证了阿瑟的想法，面对前方拥挤的车流，他从 VIP 车道开启了全速，怕什么怕？面对如此复杂的路况，老哥居然能用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一路横冲直撞，如此高强度的对抗已经有些超乎了阿瑟的想象。尽管氛围灯加持 ，NPC 纷纷靠边避让，可面对火力全开的老哥，阿瑟依旧有些跟不上，落后的距离已经超过了300米。阿瑟全神贯注，也只能勉强看清老哥逃跑的方向。两人两车几乎是同时起步，然而在一番拉扯过后，却是一度连老哥的尾灯都看不着，居然能比每天和道奇充电器打交道的阿瑟更懂这辆车。看来老哥的实力还在阿瑟之上，上站立表看看什么情况。好一个民风淳朴的阿肯色州，路上随便选一台车就是5星大佬。而老哥的操作也确实证明了他有这个实力。眼看又一次被他甩到看不见尾灯，阿瑟不敢多耽误，连忙向总台呼叫队友支援。阿瑟之所以如此着急的原因，并非是对自己的技术不够自信，而是这条40号高速直通自由之桥。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一旦进入田纳西州，他便没有了执法权限，所以呼叫队友是为了在此之前将其截停。与此同时，阿瑟自身也加快了车速。当车速来到220公里时，终于看见了前方一闪而过的尾灯。这个距离落后的并不算多，换做平时可以多拉扯一会儿，但此时留给阿瑟的时间也并不算多，因为此时头顶的路牌显示，这里距离通往孟菲斯的高速口仅有1英里。而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距离自由之桥总长度也不过5英里而已。按照此时两人的时速，只需要不到2分半钟就能跑完全程。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阿瑟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由于距离自由之桥实在太近，前方已经没有了可以支援的队友，所以剩下的路阿瑟只能靠自己。眼看已经别无他法，在这最后关头，阿瑟选择了破釜沉舟。阿瑟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当车速来到极速之后，他和老哥的差距已经不足20米。如此紧张刺激的高速追捕，让阿瑟长时间紧绷的肩颈愈发难受，回家必须整上妙界 R9 揉垂肩颈按摩仪，揉捏加捶打双重享受，全身酸胀疲惫一扫空。怪不得每次推荐都俘获大家的心，它上面顺着脖颈肉揉，下面逮着斜方肌重点收拾，还能切换成每分钟1200下的小拳拳，力道比人手还带劲儿。再开上热敷，血液循环秒加速，浑身紧绷瞬间被打通，舒服到不想摘下来。挂上自动挡往背后一扣，不耽误咱开团起飞。每天按一按，体态更舒展，颈椎不适早消散，健康无牵绊，省钱又方便，胜过外面按摩店。跟着语音播报，调个喜欢的档位，全身小酸小痛都能伺候。充一次电，爽用1周。现在点我评论区领券，保价大促松云险，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2年质保，心动就赶紧上车。这是自匹配开始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好的时机。如果不是一直出现 NPC， 不然哪怕此刻时速不低，他也会毫不犹豫的上去 PID。而感受到了来自阿瑟的步步紧逼，趁着前方弯道，拥有视野优势的老哥试图再次拉开距离。可面对如此急弯，170公里的时速已然是他的极限。阿瑟跟在后方寸步不让，剩下的路
路程，他最多只能为自己创造一次截停的机会，还得是有一定的运气加成才行。到了这最后一刻，两人谁也没有打算放弃。此时前方2位 NPC 听见氛围灯的声音，连忙靠边让行。老哥在超车的时候变道过急，车身出现了摇晃，不得不放慢车速稳定车身。阿 Sir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趁着老哥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准备趁着大好时机给老哥来上一个贴贴。可就在即将碰撞的关键时刻，老哥一脚急刹去到了后方。阿 Sir 怀疑老哥想用快慢刀来拖延时间，可他继续往前走了许久，才发现老哥居然在后面掉头了。好家伙，这是什么操作？要知道阿 Sir 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能看见前方的自由之桥，最多再坚持1分钟就能离开阿 Sir 的执法范围。可在被阿 Sir 锁定的这最后一击当中，老哥仿佛失去了继续前进的信心，放着最近的消息方式不用，选择了更为极端的方法，掉头在高速逆行。这波操作在结果出现之前，谁也无法判断究竟是无效还是奇招。此时阿 Sir 顶着120公里的时速往回开，好在路上的车辆纷纷避让，才没有出现险情。但前方的老哥似乎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前方一辆擎天柱歪在路中间，明显是已经崴了脚，不出意外应该是和老哥来了一个贴贴。擎天柱都撞成了这样，那老哥又能好到哪里去？阿 Sir 继续向前，发现刚才还崭新的道奇充电器，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而承受了如此猛烈的撞击，老哥居然还能一路100米冲刺去到对面。好家伙，有这防御力和毅力，不去参加扇耳光大赛真的是可惜。看老哥逃跑的方向，难不成是打算游过密西西比河去到对面的田纳西州吗？现在回过头看，如果刚才刹车时他不选择掉头，用一个快慢道或者是主动出击将阿 Sir 截停，或许会更有希望通过自由之桥。当然这是激进的打法，而保守的操作就是硬扛阿 Sir 一个贴贴之后强行冲过自由之桥。可惜老哥有他自己的想法，最后的这一个掉头让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功亏一篑。虽然跑路的时间比阿 Sir 提前了许久，但毕竟刚撞完车，最终还是不敌阿 Sir 被成功抓回。经过调查，这并不是一位老哥，而是一位老姐，名叫凯拉莫罗，20岁。他将被指控驾车逃逸、徒步逃逸、肇事逃逸、鲁莽驾驶、逆行、伪造车牌、驾驶无保险车辆、超速行驶、不当变道、扰乱治安、妨碍公务和严重袭击等多样罪名。就这样，这位实力了得的老姐高开低走，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被阿 Sir 完成了极限翻盘，倒在了自由之桥之前。果然有时候不逼自己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至此，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友情提醒各位，本视频为反面案例，请千万不要模仿。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